Hello， 大家好，我是 Jeff。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佛州男 Florida Man 这个迷因呢？这个 Florida Man 啊，是一个美国的网络迷因。这个梗呢，起源于美国的社交媒体上面的一系列新闻报道。这些报道呢，通常以 Florida Man 开头，后面呢，通常跟着一些令人匪夷所思或者是离奇的案件。这些事件呢，可能涉及各式各样的主题啊，包含犯罪、怪异行为、不寻常的动物故事等等。这个梗呢，在2013年左右开始在社交媒体上面流行起来，人们开始分享各种发生在佛罗里达州的奇怪新闻或是一些离奇事件，并在标题前面加上 Florida Man。这种格式呢，迅速传播开来，成为一种广为人知的梗，常常被用于一些笑话或是迷因。今天呢，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好笑的迷因，以及聊聊这个迷因的起源吧。Florida Man 呢，是一系列自2013年发迹，并于2020年再度流行起来的网络迷，内容描述佛罗里达州的男子犯下的各种荒谬罪行的新闻。这个迷因其实是起源于2013年的2月，一个 Twitter 账户，名字叫 Florida Man。这个用户呢，引用了许多以佛州男为关键字的荒谬新闻标题，像是因为狗狗误踩油门，佛州男被面包车碾过，或是在沃尔玛超市内酒醉驾驶电动滑板，佛州酒驾男遭警方逮捕。他也称佛州男啊是世界上最糟糕的这个超级英雄。Florida Man 这个迷因啊，后来也常常出现在一些电玩啊或者是影剧之中。像在2018年 ，IO Interactive 发布了这个潜行动作游戏《Hitman 2》。那在这个游戏的第2关啊，故事就发生在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玩家可以将自己乔装成佛罗里达人，就是当地的那种小吃店的老板啊。那玩家就可以使用这种伪装呢来毒害并且消灭你的目标，因为游戏目标就是要暗杀嘛。而 Florida Man 这个角色呢，也持续出现在 Hitman 3中，以德国柏林为背景的关卡中，玩家就可以再次乔装打扮成这个 Florida Man 啦，来进行这个所谓的暗杀活动。而值得一提的是呢，在2019年的社群网上出现了所谓的佛州男子挑战 Florida Man Challenge， 在 Florida Man 这个关键字后面加上你的生日，来看看你的生日那天佛罗里达州出了什么怪事。而这个挑战呢，获得了数十万条推文和按赞的回响。那这个梗呢，当然也有牵扯到这个我们的川普和拜登啦。那2019年10月31日，时任总统呢，川普将其主要住所从这个纽约迁移到了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嘛，这是他拥有而且常常光顾的一个海湖庄园度假村的所在地。就有消息人士开玩笑说，川普成为佛罗里达人啦。而这个每日秀这个节目啊，也发布了这个 Google Chrome 还有这个 Firefox 的 extension。那只要你用了这个扩展程式啊，它就会把你所有阅读到有关川普的这个民调全部改成佛罗里达人 Florida Man。而2020年的10月24号呢，这个 Joe Biden 和前总统这个奥巴马就嘲笑川普呢说，佛罗里达人根本就不会这样子做。而他们指的就是这个川普对这个新冠病毒 COVID-19 大流行的处理啊，还有他对于一些内政和外交事务的政策，毕竟他们就是不认同川普的政策嘛。而这个梗呢，也被用在最新上线的 Netflix 影集《佛州男》里面。如果你有注意看预告的话，你就会发现，在预告的最后面有出现一只鳄鱼。那这个鳄鱼呢，其实就是在代表佛罗里达常常发生一些疯狂的事件，比如说佛州男躲警察，惨遭被鳄鱼咬死；佛州男试图灌醉鳄鱼被捕。佛州男呢用鬣蜥喂食鳄鱼被捕，佛州男击退攻击狗狗的鳄鱼，这些奇葩的新闻事件啊，所以我想这个佛罗里达州和鳄鱼已经几乎快画上等号了。但这个佛州男其实不是那种充满搞笑幽默的调调啦，它是那种悬疑作品啦。有兴趣的观众呢，也可以自己去看一下。而可惜的是呢，这个 Twitter 账户 Florida Man 的维护者在2019年的时候表示，他已经退休了，不会再在这个账号上创建推文了。好，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有一些这个 Florida Man 的这个迷因的新闻。那第一个我们就来看这个新闻。这个新闻呢，主要就是在讲说有一个佛罗里达州的男子，他驾驶偷来的卡车前往这个太空部队的基地，警告外星人和中国龙之间的战斗在2022年的7月。然后他强烈的感觉到要警告美国政府这个即将来临的灾难，所以他就偷了一辆福特的卡车，然后开到这个太空部队的基地，然后向政府报警有这个怪物。那据报道呢，这个人就是告诉当局说，总统要求他警告政府，美国外星人正在跟中国龙交战，但是他最后当然就是没有收到任何回应啦。
就是被逮捕，然后以盗窃车辆的罪名被起诉。这个是什么鬼？下一个呢是这个，我觉得这个新闻也蛮强的。这个人跟那些店都很强，就是说有个佛罗里达男子呢，他用家用电脑打印了支票，就自己印支票，然后去买保时捷，然后还真的买到了。他就使用他在家用电脑上打印的这个现金支票，买了一辆保时捷的911 Turbo。然后为了看起来就是有模有样，然后大家试图用一样的支票去买劳力士手表，但是就是被发觉，然后就被逮捕了他。想不到就是买得到保时捷，那买不到劳力士，所以买保时捷比买劳力士还要容易。然后接下来的这个新闻就是在说呢，有佛罗里达人呢被关在美索的衣柜里面2天。那这个故事呢，其实就是关于一对佛罗里达夫妇的啦。25岁的这个 Amber Campbell 和31岁的这个 John Artwood 被发现呢，藏在这个一个学院里面的一个衣柜里面。他是说他们被一个不知名的袭击者追赶到学院之后呢，就在里面躲2天，然后他们还在自己的排泄物上面坐着，这样，然后最后他们就没办法，只好打电话给警察来救他们。结果警察发现呢，不需要钥匙就可以把他们放出来了，门根本就没有锁。结果他们还因为擅自进入这个学院被逮捕。再来这个新闻呢，就是在说有个佛罗里达州的这个女子剃毛时发生车祸。那这个就是说，有一个叫做这个 Megan 的人，那他去探望他的情人的时候呢，他的前夫跟他同行，然后他们在这一趟旅程中就是撞到了另外一台车啦。那原因是因为他正在进行一些就是私密处的这个毛发的修剪，因为他想要就是为这次的这个拜访做好准备，所以他就决定呢一边开车一边修剪他这个私密处的毛发。然后就你觉得这个就听起来已经很瞎了嘛？更瞎的就是说，因为就是修剪私密处的这个毛发需要一定的技巧，他就让前夫帮忙。就是当他们前面的那台车就减速转弯的时候，他们就直接撞上去了。那这起事件呢，最后是导致了这个被撞的那台车的乘客受了刑伤。对，这个的确是迷因等级的。那接下来的这个新闻呢，就比较恶一点。他就在讲说，有个佛罗里达州的男子，他闯入别人家中，然后在别人家的地板上大便，然后还喝掉了这个吸尘器的这个内容物。那时候就是说，有一对夫妻啊，他们又在一天晚上发现有一个这个裸体的工人站在他们家的屋顶上。这个他被发现之后，他还攻击了对方哦，然后还就是拆人家的屋子啊，然后点燃他们的马桶，在他们儿子的脏衣服上面摩擦，对，就是你懂了，就是男生的那种摩擦啊，吞下了吸尘器的内容物，然后还在这个屋子里面大便，然后这个人就被逮捕后就被送到附近的医院去评估是不是有这个精神病啊，然后还有做这个治疗。对，接下来这个是就是说有个450磅的这个佛罗里达州男子，在他的脂肪皱褶中藏了这个可卡因。这个佛罗里达州的一个就陷阱啊，大家注意到说，这个司机和乘客啊表现感觉很紧张，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可疑的车辆拦停了。他就发现就是说，这个胖子啊，就是因为他太胖啊，然后没有办法系安全带，然后他们就决定对他进行这个全身检查。他们就发现他是一个长期被怀疑是这个毒品贩子的嫌疑人。那他的这个犯罪代号叫做胖子，这是简单易懂的这个绰号。然后他们在搜查这个嫌疑人的时候，他就发现啊，有大概23克的这个大麻藏在这个450磅的这个佛罗里达男子的这个脂肪皱褶之中。顺带一提，这个大麻在佛罗里达州是不合法的，所以这个大麻在佛罗里达州算是毒品。对，他把它藏在他脂肪的皱褶，空间利用。接下来这个新闻呢是说，一个佛罗里达州的男子，因为他的室友太常放屁了，所以他就把他室友的牙齿给打爆了。这个在这个2021年的5月，有一个佛罗里达州的男子，他就袭击了他57岁的室友，就是猛烈的殴打他，然后直接把他2个牙齿给打掉了，然后肋骨骨折这样。那这个警察在办案的时候就说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啊？他说因为他室友常放屁，然后使用厕所的时候就是有时候会不冲水，对，然后他就把他牙齿打爆了，太冲动了吧？
接下来这个新闻呢，就是大家知道佛罗里达州就是在这个奥兰多有这个迪士尼乐园嘛，但是说就是有一个佛罗里达州的男人呢，他就被终身禁止进入迪士尼乐园。就是这个人他去迪士尼乐园的时候啊，他可能就因为等太久了，他就跟这个迪士尼乐园的游客大声宣称说他在等待服务的时间太久了，他甚至已经可以在家就是搭建一个制造冰毒的实验室了。那他的这一番言论呢，就是导致了这个警察对他进行了一次深夜突击，看大家是不是真的有在就是制毒，然后还终身禁止他进入这个迪士尼乐园。对，就只能说这个话不能乱讲。那再来这个新闻呢？这个新闻我觉得就是大家一定都有那种小男生啊，小时候啊，就是会在这个各种作业本画一些生殖器的，每个小男生都一样嘛。但是这个人佛罗里达州的男子他更厉害的是，就是他用私人飞机绘制了一个巨大的小丁丁的图案。Flight Trader 24是一个就是在线的平台嘛，它可以实时跟踪飞机的这个飞行路线。结果呢，就是一个飞行员呢，他就搭了自己的这个私人飞机飞上天空嘛，然后就在空中画了一个就是这个形状，只能说他的飞行技巧真的就蛮不错的。那再来这个新闻呢，就是在说就是有个佛罗里达州的男子，他试图用倒立的方式从警察手中逃脱，因为就是有2020年7月，警方接到就是有一个男子在街上做翻跟斗，然后妨碍交通，然后警察抵达现场之后呢，他就看到这个人真的在做翻跟斗，就像画面的这个一样，然后警察把他制服之后呢，他就想要用倒立的方式逃跑，他就用倒立的方式逃跑，这个就这样倒立跑有比较快吗？我是没有觉得有比较快啦。接下来这个新闻就是也是一个比较莫名其妙的新闻啦，就是说有个佛罗里达男子呢，他试图将他的小孩一个婴儿哦拿去当铺给当掉。有一个43岁的这个佛罗里达男子，在2019年呢，就是把他的婴儿呢拿到这个珠宝店，然后问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小孩当掉？”这样，然后店员当然就报警啦。报警都会跟警察说他当然是没有答应这个男子的请求嘛。后来就是那个男子离开的时候，他就是有说我其实只是想要一个1-2周的保姆，但是他没有钱，所以呢就想说把小孩带来当铺，就是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逻辑。他当然这个男的就是被通报之后就被迅速逮捕了嘛。后来他就说那只是一个玩笑啦，但这其实没有那么好笑。对，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再来这个新闻也蛮鏘的，他就这样讲说，佛罗里达州呢就是有个男子，他反复打电话给911，然后一直就是报案说自己的大麻被偷了。但大家都知道，大麻在佛罗里达州本来就是不合法的。然后他打电话给警察说：“我的大麻被偷了。”而且还不止打一通，是一直打，就是在跟警察说：“我有在抽大麻，赶快来抓我。”这样。不过这个警察就是这位警察，他后来没有起诉这个男的，也没有去抓他。这样，对，他就只是跟他说：“你不要再打电话。”对，这个也是辛苦警察了。再来就是这个新闻，就是说有个佛罗里达州的男子跑去偷东西，然后他是想要偷这个鸦片类的药物，结果他被偷了泻药。他当然是因为偷窃被抓走了嘛，但是他后来发现他偷错东西之后就把东西丢掉了。就是拜托他偷东西也偷对的吧。再来这个就是说又是一个跟生殖器有关的这个新闻呢，就是说佛罗里达州呢有个男子在他的这个生殖器的周围藏了毒品。他还否认是他自己的，那不然是谁把他放在那的？总而言之就是说，警察在搜查就是这个车辆的时候呢，他就发现说，这个乘客座位下方有一把枪，然后还发现了几袋可卡因，还有这个毒品缠绕在该男子的这个小丁丁上面。但是这个男的否认这个毒品是他的，他也不知道这个毒品到底是谁的。你觉得这个警察会信吗？所以后来他就因为持有可卡因啊，这个枪跟弹药的这个一共4项重罪被逮捕。这样，对，这就是一些佛罗里达州的这个侦查公开的新闻啦。就是果然是很强。那再来讲讲有关 Florida Man 这个名的事实。那网络上常常看到听到佛罗里达州的人乱搞的一些疯狂司机是因为佛州于1995年订定讯息自由法案，
那这个法案就规定啊，任何公家机关的调查资料、录影、影片、地图等等都必须要公开，因为它要避免就是一些串供啊、警方逼供啊，或是公家机关贪污，所以这些资料都必须要被完整的公开。那这当然就包含一些证词啊、案件巨细靡遗的叙述啊，所以这些离奇的事件才会被这样释出给我们这些一般民众知道。那大家要知道，就是在绝大多数的国家和美国其他州，其实他们都是侦查不公开的。佛罗里达州呢就完全相反，他就把这些东西彻底的公开，所以这些光怪陆离的事才会就这样摊在了阳光下面。而这个有趣的法案呢，就是在网上获得了这个升华嘛。从2013年啊开始，有真有假，加油添醋的加入各种内容，合成新闻啊，合成犯罪的照片啊，制造成各种曲折离奇的故事。那这些故事就是引起了很多回响嘛，很多人都觉得是真的啊。那直到有人发现，这个嫌犯照片好像是住在自己家附近的人哦，好像这个人不是佛罗里达州的人哦，这不是发生在佛罗里达州的事件哦。人们才就是渐渐发现到说，这个迷因其实很多都是假的。但其实好像这也不影响大家对这个迷因的喜爱啦，毕竟就以讹传讹嘛。而且佛罗里达的确也发生过一些怪事啊。连这个迈阿密时报啊都批评，因为这个自由法案导致佛罗里达州被严重误会，好像佛罗里达州就变成了这种狂人地带，里面都是一些很狂的人、很奇怪的人这样。但最后我觉得还是要帮佛罗里达州平反一下啦，他们是世界上极少数那种侦查必须彻底公开的地方。或者在你的国家啊、你的辖区的分局，只要处理出更扯、更恶心、更血腥，让你的晚饭难以下咽的事情了，只是就是侦查不公开嘛，没有必要让大家知道。所以佛罗里达妹呢，其实它只是一个娱乐用途的梗，并不是真实的佛罗里达州的居民的典型代表和样貌，它就是那种网络迷因而已啊！大家千万不要当真。好，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不要忘记帮我按赞、订阅、分享，也可以透过超级感谢小额赞助我，让我有更多动力制作新影片哦。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我是Jeff，Peace。